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硝烟中的玫瑰枪刺白色橄榄树的人性与陈哲远、梁杰的演技涅槃。当战地记者的镁光灯撞上拆弹专家的液压钳，当陈哲远与梁杰的化学反应在废墟中迸发，白色橄榄树以淬火的演技与克制的镜头，在军事爱情题材的雷区上绽放出超越类型的艺术之花。这对颠覆性选角组合用充满颗粒感的表演撕碎偶像剧标签，将宋冉与李赞的生死羁绊铸成照见战争创伤与人性救赎的棱镜。战地玫瑰的影像爆裂，梁杰的破茧时刻。梁杰饰演的宋冉彻底告别甜宠剧女主的既定程式，这个带着相机穿越火线的战地记者，初登场时还残留着变成你的那一天里的都市轻熟感，卡其风衣裹着星巴克咖啡，却在炮弹落下的瞬间让观众目睹于生生在战火中粉身碎骨。他蜷缩在断墙后校准镜头的颤抖手指，沾染硝烟依然坚持涂唇膏的荒诞仪式，将知识分子的脆弱与偏执刻进美真画面。最具颠覆性的当属何塞奖领奖台崩溃戏码，梁杰踩着染血的高跟鞋踉跄上台，获奖作品《白色橄榄树》的剧目投影将他割裂成无数碎片。当他说出这不是艺术，是幸存者的尸检报告时，嘴角神经质的抽动与失焦的眼神，让这场表演成为对媒体伦理的凌厉审判。拆弹专家的身体失血，陈哲远的淬火重生。陈哲远以李赞完成从古偶小生到硬核演员的惊险跳跃。这个游走在钢丝上的拆弹专家，既有暗格里的秘密周思月的智力感，又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野性张力。防爆服下暴起的青筋，拆卸鬼雷石如钟表精密的肌肉控制，特别是失去右腿后练习一肢行走的戏份，它让机械关节的每声脆响都成为心跳的变奏，将生理性疼痛升华为存在主义预言。双人戏更是火花四溅。宋冉为李赞拍摄一支广告时，陈哲远从职业性假笑到突然暴怒的变脸。梁杰镜头后的眼泪与快门声形成残酷对位。沙漠夜戏中两人用军用水壶喝交杯酒，沙粒混着威士忌划过喉结的特写，把战地浪漫拍出粗粝的诗意。创伤记忆的复调叙事，表演维度的核爆现场。剧集对战后心理的刻画因演员的表演密度而更具穿透力。梁杰设计了3重声音记忆，左耳残留炮弹耳鸣，右耳循环李赞的心跳录音，形成物理性的听觉失衡。他在超市货架前突发 PTSD 时，将罐头坠落声幻听为地雷引爆的表演，让观众从脊椎升起寒意。陈哲远则创造了独特的一支语言体系，习惯性摩挲机械关节的拇指，重心左移导致的斜肩步态，甚至做梦时一只肌肉记忆的抽搐。当他在儿童的雷区跪爬排爆，金属膝盖在砾石上擦出的火花，与眼角隐忍的泪光形成爆裂蒙太奇，堪称年度最痛表演瞬间。硝烟情书的双重解构，偶像派与实力派的构合实验。导演大胆启用这对具有偶像特质的演员，实则是场精密的艺术冒险。梁杰那张曾被诟病甜妹脸的面孔，因长期失眠戏份的眼窝凹陷显露出雕塑般的古香美。陈哲远摘下古装假发套后的板寸造型，让少年感与破碎感达成危险平衡。两人在废墟中的吻戏摒弃唯美套路，沾着血污的唇齿碰撞，防弹衣勒出的窒息感，将战争爱情还原为动物性的生命确认。值得玩味的是对流量文化的反向利用。宋冉那张引爆网络的雷区儿童照片，剧中社交媒体的弹幕狂欢与现实世界的热搜形成镜像。当观众为陈哲远战损装舔屏时，剧集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质问凝视暴力的本质。当梁杰抱着陈哲远的残破防爆服穿越重生橄榄树林，
当无人机视角呈现的人形弹坑逐渐被绿意覆盖，白色橄榄树便不仅是反战宣言，更是对影视工业的温柔挑衅，真正的表演艺术。应当如橄榄树深扎战火焦土，从创伤中汲取绽放的力量。为准备角色，梁杰在战乱地区跟访记者3个月，陈哲远则进入拆弹部队同吃住。某次实报训练中，陈哲远被气浪掀飞的画面未被采用，却成为剧组口口相传的用生命在演戏的注脚，这或许比任何奖杯都更贴近白色橄榄树的魂灵。